你身边是不是有这种人？你帮了他10次，只要1次不顺他的意，他就瞬间翻脸，把你过去所有的好忘得一干二净，或者没有任何底线，见不得别人好，甚至对亲生父母大吼大叫。其实这不是你的善良错了，你知道吗？佛教里说的6道轮回根本不用等到下辈子，此时此刻你的身边可能就藏着那些披着人皮心识却活在畜生道的人。遇到这样的人，我们的心里总是在滴血，我们常常会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怀疑自己，难道善良错了吗？难道我不该对别人好吗？你用人类的情义去对待他们，试图跟他们讲道理，结果就像拿着钻石去喂一头饥饿的野狼，不仅得不到感激，还反过来被咬得遍体鳞伤。其实这不是你的错，也不是你的善良没有价值。请给自己几分钟的时间，今天我会为你带来一场人际关系的高维度智慧解方。我将帮你精准辨识出这5种会毁掉你人生的无名众生，并手把手教你3个马上就能落地实践的微行动，教你如何为自己画下一道强大的防护罩，让你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中做到百毒不侵，找回你久违的身心自在，从此不再被别人的业障给拖垮。请给自己一杯茶的时间，我们慢慢聊。佛经里常常说人生难得，你要投胎做一个人是需要累积极大的福报与善根的。可是有了人的身体，并不代表他就拥有了人的灵魂与心识。我们在生气的时候，常常会骂那些没有底线、忘恩负义的人是畜生。这个词听起来虽然很重，但如果你退一步，用佛学的视角来看，你会发现这其实是一个非常精准的形容。什么是畜生道的心识？在佛法看来，畜生道众生最大的特征就是无明与愚痴。所谓的无明，就是他们看不见因果，他们的心里只有最原始的生存本能，只有眼前的利益。因为缺乏智慧，他们没有办法升起感恩的心，更没有道德的底线来约束自己。一只饥饿的野兽看到肉就会扑上去，它不会管这块肉是谁给的。一只蚊子吸你的血，它也不会对你有歉意，因为这就是它的本能。所以当你在生活中遇到那些自私自利、丧尽天良的人，你等于是遇到了一个披着人皮但灵魂还困在畜生道的众生。这就是我们今天要给你的高维度智慧观念。你用人类的道德，用情义，用真心去对待他们，希望他们能懂得知恩图报。这就像是拿着珍贵的钻石去喂食野狼一样，野狼不仅不会感激钻石的美丽，甚至还会因为钻石不能填饱肚子而恼羞成怒地咬伤你。面对这样的人，你越是付出，你的能量就被消耗得越快，你越是讲理，你就陷得越深。今天我们就要来点出这5种带着强烈畜生道习气的人。我希望你看完今天的内容后，能学会用佛法的智慧去辨识他们。遇到了，请立刻转身，这不是冷酷，而是对自己生命最大的慈悲。我们常说，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我们懂得恩义。但是在这5种人身上，你会看到佛教里常说的贪与嗔这2把无明大火是如何把他们的人伦底线给烧得一干二净的。第一种必须马上远离的是打骂父母、对双亲毫无敬意的人。在佛教中，父母被称为我们的恩田，也就是我们生命中最大的恩人。他们不仅给了我们宝贵的肉身，还耗费心血供养我们长大。对待父母，哪怕不能给予丰厚的物质，最起码要在精神上给予温暖与陪伴。但是有一种人，他们把父母的付出当作理所当然，稍有不如意就对父母恶言相向，甚至动手打骂。佛经里有一段非常震撼的历史公案。在佛陀的时代，摩揭陀国有一位国王叫频婆娑罗王，他非常疼爱自己的儿子阿世，
这位老国王从小就把最好的一切都给了儿子，可以说是捧在手心里，怕碎了。可是阿薛氏长大后结交了恶友，被权力的贪欲给彻底蒙蔽了双眼。他等不及父亲老去，为了一步登天，早日当上国王，他竟然狠下心来发动政变，把最疼爱他的亲生父亲关进了暗无天日的死牢。这还不够，阿什世王甚至下令断绝老国王的一切饮食，连一滴水都不准送进去，活活要把父亲饿死。他的母亲韦提西夫人心痛得不得了，每天把蜂蜜涂在身上，偷偷溜进大牢，让老国王舔食充饥。结果阿全世王发现之后，竟然大发雷霆，连自己的亲生母亲都要拔剑杀害。你想想看，这是一种多么可怕的心境！原本应该是世间最温暖的亲情，却在贪婪的面前变得一文不值。阿瞿世王因为贪图王位，蒙蔽了自信，连给予自己生命无私奉献的双亲都能痛下毒手。这就是佛教中极为严重的忤逆重罪。这把贪欲的火不仅烧毁了他父亲的生命，其实也把阿瞿世王自己的灵魂烧成了一片焦土。他后来虽然当上了国王，但每到夜晚就惊恐万分，全身长满毒疮，痛苦不堪。这就是被贪嗔蒙蔽的现世果报。我们回到现代来看，你是不是也常常在新闻上或者邻里之间看到有些年轻人，只因为父母拿不出钱让他买新手机、买车子，就对年迈的父母大吼大叫，或者把父母当成提款机，榨干了最后一点养老金，就把老人家丢在一旁不闻不问。这种不懂得反哺，甚至恩将仇报的人，佛法上说，他们的心已经失去了人的品格。你想想看，一个连自己生命源头都能够狠心伤害的人，你怎么能指望他在利益面前对你这个外人讲道义呢？遇到这种人，不要试图去感化他，请立刻保持距离，因为他内在的嗔恨之火迟早会烧到你身上。第二种你要远离的是借钱赖账、翻脸不认人的人。我们在社会上闯荡，谁没有个手头紧，需要帮忙的时候？真正的朋友，在对方开口借钱时，我们往往是出于一份善意，甚至是牺牲自己的生活品质去拉对方一把。可是有一种人，他在开口向你借钱的时候，态度极其卑微，恨不得给你跪下来，拍着胸脯向你保证下个月一定还。但是一旦钱到了他的口袋，这笔债就成了一笔烂账。当你需要用钱委婉地请他还款时，他立刻变了一副嘴脸，他会避而不见，各种推脱，甚至恼羞成怒地指责你。我又不是不还你，你催什么催？你有差这一点钱吗？最后好心帮忙的你反而成了一个坏人。这让我想起佛教中九色鹿精的故事。从前在深山里有一只美丽的九色鹿，它身上的毛色闪耀着9种奇异的光芒，而且它的心地非常善良，常常帮助山里的小动物。有一天，一条汹涌的河水里，有一个快要淹死的人，正在拼命挣扎，大声呼救。九色鹿听到了，完全没有考虑自己的安危，奋不顾身地跳进湍急的漩涡里，用尽全力把这个快要溺毙的人给驮到了岸上。那个人获救后，整个人瘫软在地上，感激涕零地看着九色鹿，跪在地上猛磕头，说要生生世世做牛做马报答九色鹿的救命之恩。九色鹿听了，只是温柔地摇摇头，对他说，我救你不是为了要你报答，你只要答应我一件事，就是保守我住在这里的秘密，不要告诉任何人，免得有人来猎捕我。那个人连连发誓，说绝对不会说出去。没想到这个国家的国王后来做了一个梦，梦见了九色鹿，于是悬赏重金，甚至愿意分出一半的国土，想要捕捉九色鹿。这个被救的人本来在街上流浪，一听到有这么丰厚的奖赏，
他脑海中原本那份感恩的心，瞬间就被金光闪闪的财富给吞噬了。他在心里盘算着，只要告密，他就能立刻拥有荣华富贵，谁还管什么救命恩人呢？他心中的贪欲像毒蛇一样苏醒了，他立刻跑去向国王告密，并且亲自带领着浩浩荡荡的军队去包围他曾经发誓要报答的救命恩人。因为出卖了恩人，他的脸上甚至还长出了赖疮，但他在金钱面前早就失去了人的底线。你看，在极度的贪婪面前，有些人的誓言比一张卫生纸还要薄。那些赖账不还的人，就像这个背叛九色鹿的人一样，他们把金钱看得比人格还重，把你的善良当作可以免费提款的筹码。他们透支的不仅仅是你的金钱，更是你对这个世界的美好信任。他们陷入了贪的泥沼里，满脑子只想着占便宜。跟这样的人交往，你付出的真心永远填不满他贪婪的黑洞。遇到这种过河拆桥的人，必须及时止损，千万不要再有第二次的金钱往来。刚刚我们谈到了被贪欲和嗔恨绑架的人，接下来要讲的这两种人，他们隐藏在我们身边，有时候甚至戴着好朋友或亲戚的面具，但他们的内心却被佛教中说的无明给深深遮蔽了。什么是无明？简单来说，就是看不清世间运作的真实法则，活在自己狭隘的偏见里。这就来到了我们要远离的第三种人，见不得别人好，喜欢幸灾乐祸的人。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当你发朋友圈庆祝升职时，他却在下面酸溜溜的留言说你只是运气好。或者当你遇到挫折落魄的时候，他表面上来安慰你，但你隐隐约约能感觉到他的眼神里藏着一丝窃喜。而当你家庭美满或者买了新房子的时候，他不但没有真心的祝福，反而酸言酸语，甚至心情变得非常郁闷。这是一种极度狭隘的心态，因为他们的心里有一种匮乏感，觉得这个世界的幸运是有限的，你好了就代表他差了。在佛陀的时代，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反面教材，就是佛陀的堂弟提婆达多。提婆达多其实出身非常高贵，人长得庄严，也非常聪明。他跟着佛陀一起出家修行，甚至还修得了一些神通。可是他从小就习惯跟佛陀比较。当他看着佛陀坐在菩提树下，受到国王、大臣还有无数百姓的虔诚供养与尊敬，大家都赞叹佛陀的智慧时，提婆达多的心里没有为堂哥感到高兴，反而升起了极大极可怕的嫉妒心。他心里每天都在想，论家世，论聪明，我哪一点比不上你？为什么大家都只向你顶礼，却不把我放在眼里？为什么所有的荣耀都是你的？这股强烈的嫉妒之火日夜啃食着他的内心，让他彻底失去了理智，也忘记了出家修行的初衷。他在僧团里到处散播谣言，搞分裂，拉拢了一批人自己当老大。后来他更是丧心病狂，好几次设计想要谋害佛陀。有一次，他故意在佛陀托钵化缘的必经之路上埋伏了一头被灌醉的发狂大象，想要让狂象把佛陀踩死。又有一回，当佛陀在灵鹫山下行走时，提婆达多竟然狠心地从山上推下一块巨大的落石，想要直接把佛陀砸死。巨石的碎片甚至砸伤了佛陀的脚。提婆达多难道不知道自己做的是伤天害理的坏事吗？他当然知道，但他就是控制不住自己。他的心已经被见不得别人好的无明给完全吞噬了。他为了熄灭心中的嫉妒之火，不惜玉石俱焚。最后他连自己的修行都毁了，大地裂开，他活生生地堕入了地狱，承受了极大的恶果。这就是嫉妒心最可怕的下场。回到我们的现实生活，过年的时候，亲戚之间互相攀比，职场上同事表面上跟你称兄道弟，背地里却因为你被老板夸奖
而偷偷捅你一刀，这其实是非常可悲的。喜欢幸灾乐祸的人，等于是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上，把自己的痛苦建立在别人的成功上。他们的人生永远无法获得真正的平静。跟这样的人深交，你的光芒会刺痛他，你的低谷会成为他的笑柄。请记住，远离那些不会为你鼓掌的人，你的能量才不会被他们拉低。接着，我们来看第4种必须远离的人，不懂感恩、忘恩负义的人。什么是忘恩负义？就是那种你帮了他10次，有9次你都做得完美无缺，掏心掏肺，但只要有1次你因为能力有限或者刚好有事拒绝了他，他就会瞬间翻脸。他会把你过去所有的好通通抹杀，甚至到处去跟别人说你的坏话，觉得你这个人自私自利。佛学里面讲因缘果报，我们今天能得到别人的帮助，是因为我们过去结了善缘。但是忘恩负义的人，他们有一种选择性失忆症，他们认为别人对他的付出都是应该的，都是他白捡的。这种人的心理状态其实就像是一个永远长不大的巨婴。想象一个现代的生活情境，你有一个朋友，每次出门都是你开车接送，吃饭你也常常主动买单，你觉得大家是朋友，不要计较那么多。有一天你真的太累了，生病发烧，没办法开车去载他，他不但没有问你一句身体还好吗，反而传讯息骂你，你这人怎么这样，说不来就不来，根本不把我当朋友。遇到这种情况，我们的心真的会瞬间凉透。忘恩负义的人最大的问题在于他们缺乏觉知力，他们看不见别人的辛苦，只看得见自己的委屈，涉及到一点点利益，他们就立刻变脸。在他们的字典里，没有互相这2个字，只有索取。你付出的再多，对他们来说就像是把水倒进沙漠里，连一点水花都不会溅起来。面对这种过河拆桥的人，你越是退让，他越是得寸进尺。一旦你停止喂养他的贪婪，他就会反咬你一口。所以及时止损，收回你的善良，把你的好留给懂得珍惜的人。各位朋友，前面我们谈了4种被贪、嗔、痴蒙蔽，会严重消耗我们能量的人。现在我们来看看第5种，也是隐藏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一种人，完全以自我为中心的人。你身边一定遇过这种人，他的世界里永远只有一个字，那就是我。他做任何事情，出发点永远是自己的利益。如果牺牲大家的权益可以换来他的好处，他会毫不犹豫地去做。有时候他可能只是赚了点小钱，或者认识了几个有头有脸的人物，就觉得全天下的人都不如他。他们特别喜欢在弱者面前炫耀自己的成就，习惯把自己的优越感建立在别人的自卑与痛苦之上。你跟他聊天，他永远只关心自己的事。你发生了天大的困难，他听过就算了，完全不顾别人的死活。在佛法里面，这叫做我执。什么是我执？就是过度放大这个自我，紧紧抓着我的利益、我的面子、我的感受不放。一个我执太重的人，就像是亲手在自己的心里筑起了一道高高的墙，把自己困在一座孤岛上。因为他的心里塞满了自己，所以再也装不下任何人。跟这样的人交往，你永远只会是他的陪衬，甚至是他往上爬的垫脚石。他不值得你掏心掏肺去深交。遇到以上这5种人，如果你不懂得看清真相，不懂得保持距离，你的人生基本就被消耗掉一半了。这5种人就像是我们生命中的破洞，如果不及时止损，你的福报就会一点一滴流失。但是各位朋友，请千万不要因为看透了这5种人，就对人性感到绝望。佛法教我们远离恶缘，不是要我们封闭自己的心，而是为了腾出我们生命宝贵的空间，
去结交善缘。在这漫长的人生旅途中，我们一定要把时间、精力和真心留给以下这4种灵魂伴侣，他们才是你生命中真正的贵人。第一种是愿意欣赏你、鼓励你的朋友。在你穷困潦倒、自我怀疑的时候，全世界都看不起你，但他依然看见你的闪光点，愿意拉你一把，给你继续走下去的力量。第二种是自带正能量的朋友，在你伤心难过、跌入谷底的时候，他不会跟着你一起抱怨世界，而是陪伴你、开解你，像一束温暖的光，照亮你心中的阴霾。第三种是愿意无私为你引路的朋友，他愿意把自己的经验倾囊相授，带你走过人生的泥泞与迷雾，只为了让你少走一点弯路。第四种也是最难得的，是愿意批评你、监督你的朋友，忠言逆耳，他冒着被你讨厌的风险，也要时刻提醒你哪里做错了，因为他不希望你的人生路走得磕磕绊绊，他是真正为你的未来着想。你仔细去观察这4种值得深交一辈子的朋友，你会发现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放下了我执，懂得利他。这也就是为什么那个聚餐时总是主动买单的人，不是因为他人傻钱多，而是他把你们的友情看得比金钱更重要。那个合作时愿意让利给你的人，不是因为他笨，而是他懂得分享，明白共好的道理。那个工作时愿意主动多干活的人，不是因为他好欺负，而是他心里有一份厚重的责任感。那个吵架后愿意先低头道歉的人，不一定是他真的做错了，而是他懂得珍惜这段关系。他不愿意赢了理，却输了感情。那个愿意对你伸出援手的人，从来不是因为欠你什么，而是打从心底把你当成了真正的朋友。把这几种人请进你的生命里，你的人生才会越走越宽广。讲到这里，我们已经学会了辨识该远离的人和该深交的人，但现实生活中，我们往往因为工作或亲戚关系，避不开那5种消耗我们的人。可能很多人心里会有一个疑问，你说的这5种人，我也知道要远离，可是如果这个忘恩负义的人是我的亲戚呢？如果这个处处针对我的自我中心者刚好是我那推卸责任的主管呢？我根本逃不掉啊！这真的是一个非常现实也非常让人无奈的问题。我们活在这个娑婆世界，很多时候缘分是我们无法选择的，但是佛法最伟大的地方就在于，它不是教我们逃避现实，而是教我们如何在泥泞当中依然能开出清净的莲花。当你无法在物理空间上远离这些人的时候，我们要在心里为自己建立一道菩萨的结界。这道结界的核心密码就是佛学里常说的4个字：因果自负。搭配一种极高的心境，叫做慈悲的抽离。什么叫做慈悲的抽离？我来跟各位分享一个非常经典的佛教故事。有一次，佛陀在一个村庄里弘法，村里有一个脾气非常暴躁的婆罗门，他看到村里的人都跑去听佛陀讲经，没有人来供养他，他非常嫉妒佛陀受到大家的欢迎，于是他气冲冲地跑到佛陀面前，双手叉腰，指着佛陀的鼻子劈头就是一顿痛骂。他骂得非常难听，从佛陀的出身骂到佛陀的弟子，用尽了世间各种最不堪入耳的字眼，甚至刻意侮辱佛陀的人格。他一边骂，一边气得满脸通红，口沫横飞，整个人就像是一座快要爆发的火山。面对这样的奇耻大辱，佛陀身边的弟子都气得快拔剑了，大家握紧拳头，恨不得把这个无理取闹的人赶走。可是佛陀却依然面带微笑，盘腿端坐在树下，就像一座宁静的高山，也像一面没有波纹的湖水。佛陀只是静静地看着这个婆罗门发飙，眼神里充满了慈悲与怜悯，一句话也没有回嘴，更没有一丝一毫的愤怒。
婆罗门就这样一个人对着空气骂了半天，骂到口干舌燥，气喘吁吁。最后他自己也觉得很没趣，因为他感觉自己就像是一拳打在棉花上，完全没有激起佛陀的任何情绪反应。于是他就停了下来，尴尬地站在那里。这时候佛陀温和地看着他，轻声问他：这位朋友，我请问你一个问题，如果逢年过节有人提着一个包装得很精美的礼物来到你家里要送给你，但是你选择不接受这份礼物，那么这份礼物最后会属于谁呢？婆罗门愣了一下，觉得这个问题很可笑，他不耐烦地回答：那还用问吗？既然我不收，当然是让他自己带回去，这礼物还是属于送礼物的那个人呢。佛陀点点头，笑着说：没错，刚才你在这里送给了我一大堆的愤怒、嫉妒、怨恨和辱骂，但是我不接受你的这些礼物，所以这些负面的东西现在依然属于你自己。你的愤怒并没有伤害到我分毫，最后只会深深地伤害到你自己，燃烧你自己的身心。这个故事真的是给我们现代人最好的一帖解药。我们面对身边那些充满贪嗔痴的人，面对那些无理取闹的亲戚，推卸责任的主管，背后说你坏话的忘恩负义之人，我们常常会气得半死。为什么？因为我们把他们扔过来的垃圾礼物给紧紧抱在怀里了。我们在心里不断上演内心戏，他怎么可以这样对我？我一定要跟他讲理，我非要证明给他看不可。各位朋友，当你试图去跟一个活在畜生道心性里的人讲道理时，你就已经输了，因为你把自己的频率降到了跟他一样低的位置。你在泥巴里跟猪摔跤，最后猪很高兴，而你却弄得一身脏。所以遇到这5种人，你该怎么办？第一步就是不收礼物。当他在你面前幸灾乐祸，或者用情绪勒索你的时候，你在心里对自己说：这是他的无明，这是他的课题，不是我的，他在造他的业，你不要拿他的业障来惩罚你自己的身心，这就是因果自负。第二步，做到物理降温，情绪抽离。如果在工作上必须交手，我们就做到公事公办，绝不投入多余的感情。他说的话，你只听事实，过滤掉所有的情绪字眼。如果亲戚在过年时酸言酸语，你就微笑点头，说句谢谢关心，然后立刻转身去洗碗，去切水果，把注意力转移开来。这不叫懦弱，这叫做不攀缘。我不跟你纠缠，因为我的时间和能量很宝贵，我要留给那些值得我深交的4种贵人。当你能够在心里画下这道防护罩，用一种站在高处往下看的慈悲视角去看待他们，你会发现你不再生气了，你甚至会觉得他们有点可怜，因为他们被自己的贪嗔痴困住，永远得不到真正的快乐。这就是菩萨的结界，不伤人，但能保护自己；不生气，但保有界限。明白了如何应对这些人之后，我知道要真正做到不生气、不内耗，还是需要一点练习的。各位朋友，六祖慧能大师说过，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真正的修行，从来都不是跑到深山里躲起来，而是在我们每天柴米油盐的生活中，在我们每一次与人应对进退的当下，面对那些会消耗我们的人，我们已经懂得了要在心里画下结界。为了让这道结界更加坚固，今天我特别为大家整理了3个微小但非常有力量的行动。这3个行动非常简单，不需要花钱，也不用占用你太多时间，只要你今天看完影片，马上就能开始跟着做。第一个行动，睡前3分钟的心灵大扫除。很多时候，我们白天受了委屈，晚上躺在床上的时候，脑袋里还在不断重播那些生气的画面，这等于是让那些伤害你的人在你的大脑里免费住宿。从今天开始，我们练习在睡前
给自己3分钟，闭上眼睛，做几个深呼吸，然后在心里对自己说，今天不管遇到什么烦心的人事物，那都是他们的无明，是他们的功课，我现在要把它全部打包，留在今天。接着在心里想象一个画面，把白天那个惹你生气的人放进一个泡泡里，然后看着这个泡泡飘走消失，告诉自己，我不带别人的业障入睡，我的心是清净的，这样你才能拥有一个安稳的睡眠，把能量养足。第二个行动，开口前的停顿1秒钟。我们常常会因为别人的一句话，瞬间理智断线，马上脱口而出反击回去，结果往往是吵得面红耳赤，事后又后悔自己太冲动。我们要锻炼一种觉知力，下次当你遇到那种忘恩负义的人，或是自我中心的人，用言语刺伤你，试图激怒你的时候，请你先做一件事，在心里默数1，停顿1秒钟，就这1秒钟非常关键，这1秒钟能让你的理智重新上线。你可以在这1秒里问自己，我现在回嘴有意义吗？我能改变它吗？如果答案是不能，那就给他一个礼貌但不失尴尬的微笑，然后把话题转开，或者直接转身离开。记住，沉默有时候是对无名众生最震耳欲聋的回答，不接话就是最好的自我保护。第3个行动，每天找一个人练习深交的感恩与回向。我们的大脑常常有一种负面偏误，容易记住别人的坏，却忘记别人的好。为了打破这个惯性，我们要把注意力转移到那4种值得深交的贵人身上，每天找一个微小的机会去表达你的感恩，并将这份生活中的善念回向给自己与他人。比如今天同事顺手帮你丢了垃圾，你不要觉得理所当然，你要看着他的眼睛，真诚地说一句，谢谢你，有你真好。又或者给那个在你低潮时鼓励过你的老朋友传一个简单的讯息，今天天气很好，突然想到你，祝你平安顺心。当你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其实就是在修你的福报，把这份正能量的功德回向给周遭的环境。当你把能量都花在这些美好的、充满正能量的关系上时，那些糟糕的人事物自然就会从你的生命边缘慢慢褪色。你的磁场变好了，吸引来的自然就会是越来越多的善缘。这3个小练习就像是每天给自己的心灵浇水，只要你愿意开始，你会发现你的内心会变得越来越强大，再也没有人可以轻易夺走你的平静。各位朋友，人生的这趟旅程，我们无法决定会遇见谁，也无法预测会经历什么样的波折。我们难免会碰到那些带着无明、带着贪嗔痴的人，在我们的心上划下伤痕。一开始我们可能会觉得好委屈、好生气，甚至会觉得遇到这些人，我的人生是不是要被毁掉了？但请你一定要相信，宇宙的安排都有它的深意。佛教里有一句话说，火中生莲。这些消耗我们、伤害我们的人，其实就像是池塘底下的烂泥巴，没有这些烂泥的滋养与磨练，怎么能开出我们心底那朵心静、坚韧、出淤泥而不染的莲花呢？从更高的维度来看，他们其实是在用反面的方式来度化我们。他们让我们看见了自私的丑陋，从而让我们更加珍惜自己拥有的善良。他们让我们体验了背叛的心寒，从而让我们更懂得去拥抱、去感恩那些真正对我们好的贵人。遇见他们，不是为了毁掉你的人生，而是为了让你彻底觉醒。所以，亲爱的朋友，不要因为遇见了这5种人，就对这个世界失去信心，更不要因此把自己的心门给关上。你的善良非常珍贵，但你的善良必须要长出智慧的锋芒，把你的温柔留给懂得感恩的人，
把你的慈悲留给懂得珍惜的人。我们无法改变别人的业力与选择，但我们可以稳住自己的脚步，守住自己的清净心，绝对不让他们的黑暗熄灭了我们内心的光芒。如果你今天也从这支影片中找到了一点点的平静与力量，我想要邀请你在我们这支影片的留言区留下你的足迹。请在留言区写下一句善言，或者为你自己、为你深爱的家人写下一段祈福的话语。你可以写下愿我远离恶缘，常遇善友，愿我保有善良，内心强大，或者简单的一句愿一切平安顺心。千万不要小看这个动作。当你在键盘上打出这些充满祝福的字句时，你就是在这无远距界的网络世界里发出了一个极大的善念。当我们成千上万的观众都在这里留下善言时，这个留言区就会凝聚成一个不可思议的正能量磁场。你在这里种下的每一颗福报种子，最后都会回到你自己的身上。影片到这里也接近尾声了。如果你喜欢我们频道分享的佛学智慧与生活感悟，诚挚地邀请你点击下方的订阅按钮，并开启小铃铛。你的每一个订阅、按赞与分享，都是我们继续创作、传播善念的最大动力。让我们一起在修心的路上结伴同行，互相照亮。感谢你的收看与陪伴，愿我们都能在喧嚣的尘世中修得一颗清净、自在、充满智慧的心。阿弥陀佛，我们下期再见。